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圣光一族这对寒酸的迎亲队伍，在龙氏精锐人马的伴随下，很是顺利的便穿过了浩瀚星域，回到了圣光一族的领地之内。只是楚风却提前将龙小小和龙小小母亲带出了那座花轿，并且帮他们母女俩伪装成了新的形象。虽然嘴上说要并肩作战，可实际上龙小小母女根本没有一战之力。为了保险起见，楚风还是让他们母女远离战场，伪装成其他人的模样，在远处看戏。刚好现在圣光一族领地内已经聚集了各方势力的人马，随便伪装成其他势力的即可，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至于龙小小母女，虽不想抛弃楚风，但更不想拖累楚风，对于楚风的提议自然也是赞同。一切处理好之后，楚风也是杀掉了一个圣光一族族人，随后伪装成了他的身份，混入了圣光一族的队伍之中。眼见着距离圣光一族主城越来越近，楚风感觉自己体内的血液都变得沸腾起来。圣光一族这道天河霸主，曾几何时他们高高在上，可现在楚风就要挑战他们的位置，这不仅仅是了结他与圣光玄烨的恩怨，也是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一抹印记。今日楚风要当着圣光天河各方势力的面前，将圣光一族这个圣光天河的霸主成为他楚风变强路上的一块踏脚石。圣光一族虽然宴请了圣光天河内的各方强大势力，可这设宴的地方却并非圣光一族的主城之内，而是主城城门外的一座空地之上。老实讲，这样的款待方式诚意不足，可一直生活在圣光一族强权下的各方势力哪里敢表现出丝毫不悦？不仅不敢不悦，反而一个个的还要满面笑意，一副得到了多大恩宠的样子。虽然表面上没有人敢说什么，可是私下里还是有人在不停的议论。就比如于是天族和群妖圣殿的人，这两个势力都是在圣光天河内，仅弱于圣光一族的势力，相比于其他势力也是得到了极高的待遇。刚好两座势力也是相邻而坐。龙小小这丫头可惜了呀，不知道楚风小友去了哪里。倘若日后让他知道龙小小的遭遇，必然心疼得很啊。群妖圣殿殿主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于是天族族长说道，其实之前他与于是天族族长的关系并不怎么好，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敌对，可后面与楚风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后，关系缓和了不少，且因为都很欣赏楚风原因，现如今他们的关系已是变得亲密了许多。我也听闻了，小小公主是因为楚风小友才不肯嫁给圣光羽，甚至为此不惜自毁容貌，这才激怒了圣光一族。只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圣光一族恼羞成怒后，居然要小小公主嫁给圣光一族的圣光家豪。我听闻这个圣光家豪是一个傻子，可偏偏龙氏族长还同意了，真是不知道他是如何想的。谈及此事，于是天族族长也是十分惋惜，还能怎么想的？那龙氏族长本来就胆小怕事，如果是我女儿遭受如此对待，哪怕不敌，我也愿倾尽我全殿之力来抗衡。打不过跑还不会吗？提及龙氏族长，群妖圣殿殿主一脸鄙夷。不管怎么说，圣光一族此举算是彻底得罪了楚风小友，以楚风小友的性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圣光一族真的是霸道习惯了，哪怕上次已经在楚风小友手中吃了大亏，还是不长记性。等楚风小友日后真的上门讨伐的时候，圣光一族会知道楚风小友的恐怖。于是天族族长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说道，真希望那一日早一点到来，我已经受够了被圣光一族压迫的日子了，圣光天河能否翻身，真就要靠楚风小友了。群妖圣殿殿主一脸期待的说道。忽然之间，浩瀚人海炸开了锅，所有人的目光都向西北方向望去。见状，群妖圣殿殿主以及于是天族族长也是将目光投了过去。来了吗？怎么迎亲队伍就这么几个人？那个就是圣光家豪吗？原来是圣光一族迎亲队伍归来。只是看到圣光一族那寒酸的迎亲队伍以及圣光家豪的模样，所有人都是大跌眼镜。尽管早就知道这不是一场真正的婚礼，而是对龙小小的羞辱，但他们却没想到圣光一族真的做得如此过分。尤其是龙氏族长亲自率领龙氏众高手浩浩荡荡的跟在迎亲队伍之后的画面，更是让人们不知说什么是好。龙氏的脸面今日算是丢尽了。于是天族族长有些同情的感叹，龙氏族长自找的，活该。而群妖圣殿殿主看着跟在那寒酸迎亲队伍后面的龙氏族长，却没有一丝的同情，反而是一篮的鄙夷。嗨！忽然一道轻咳自圣光一族主城方向传来，顺势观望，所有人赶忙站起身来，对着那主城方向施以大礼，拜见玄烨大人。整齐的声音如雷鸣一般在这片天空回荡。只见圣光一族的精锐人马浩浩荡荡的自城门内走出，而为首的正是圣光一族的当今族长圣光玄烨。来者是客，今日不必拘礼，都坐下吧。圣光玄烨笑着摆了摆手，众人这才纷纷落座。圣光玄烨的话就是命令，谁敢不从？他们让他们做，他们也要立刻做。就算群妖圣殿殿主这种耿直脾气，在圣光玄烨面前也是要变得虚伪。就在此时，那圣光家豪率领的寒酸的迎亲队伍，以及龙氏族长率领的龙氏精锐人马，已是来到城门之外，但却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停了下来。家豪，你过来。圣光玄烨对圣光家豪挥了挥手。别看圣光家豪平时傻乎乎的，可是却很听圣光玄烨的话。圣光玄烨这一挥手，他赶忙下马跑了过去，且到圣光玄烨面前，还恭敬的施以一礼，来，站到我旁边来。圣光玄烨一开口，圣光家豪则是赶忙起身，真的乖乖的站在了圣光玄烨的身旁。不说其他，直说此时的他看着还是挺正常的。首先，老夫非常感谢诸位能给我老夫这个面子，跨越星域来到我圣光一族，见证我族后辈圣光家豪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见证他们的幸福。我知道
诸位对于圣光家豪这个孩子，可能还不是真的了解，但却有了一些耳闻。可能有人会觉得圣光家豪配不上龙氏的小小公主。话到此处，圣光玄烨将目光扫向众人。玄烨大人多虑了，家豪少爷如此优秀，怎么会有他配不上的人能够嫁给家豪少爷？这是小小公主的福气啊！就是，玄烨大人哪里听来的这种话？告诉我是何人说的，我去撕烂他的嘴！一时之间，各方势力纷纷开口。明明许多人都觉得圣光家豪配不上龙小小，可是眼下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而圣光玄烨面带微笑，对于众人答复似乎很是满意。可他在扫视一圈之后，却将目光落在了龙氏族长的身上。被圣光玄烨这样一看，龙氏族长顿时身躯一颤。玄烨大人，小小能够嫁入圣光一族，乃是我龙氏的荣耀。龙氏族长赶忙开口。看龙氏族长说出这样的话，众人心中也是五味杂陈，有人同情龙氏族长，也有人鄙夷龙氏族长。可是，在龙氏族长话音落下之后，圣光玄烨却是摇了摇头。龙氏族长，你不必说这样违心的话，我老夫知道你在想什么。其实不仅仅是你们这样觉得，就连老夫也这样觉得。以家豪的天赋来说，的确是远远配不上小小公主的。圣光玄烨说道。而他这样一说，龙氏族长吓得脸都绿了，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圣光玄烨在卖什么关子，但却吓得赶忙跪在了地上。玄烨大人，可他刚要说些什么，圣光玄烨却是再度开口。龙氏族长，你快起来！圣光玄烨说话间，对其一挥，一股力量便将龙氏族长拖了起来。旋即继续说道：龙氏族长，你也清楚，最开始我是要将小小嫁给圣光宇的，他们二人当真般配。可谁曾想，楚风那个畜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做出了那样过分的事，竟强迫与小小公主发生了关系。小小公主不堪受辱，这才毁了自己的容貌，并且她觉得自己身子被玷污后，觉得配不上圣光宇，坚决不肯嫁给圣光宇。哪怕圣光宇并不嫌弃，坚持婚事，可小小公主却也不从，甚至以死相逼。我也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让小小公主嫁给家豪。不管怎么说，小小公主受辱也是与我圣光一族有关，我们不能其他而不顾。圣光玄烨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就连龙氏族长也是愣住了。这与人们听闻的可不一样。据传闻是龙小小喜欢楚风，为了拒绝圣光一族婚事，这才毁容的吗？怎么到了圣光玄烨口中，楚风反而成了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了呢？龙氏族长，今日的婚事确实对不住你龙氏，可毕竟只有嫁给家豪，且以这样的迎亲方式来迎亲，小小公主才愿意答应这门婚事。希望你不要怪罪老夫。圣光玄烨对龙氏族长说道。玄烨大人哪里的话，是我要感谢玄烨大人不嫌弃小小。事情经过，龙氏族长心知肚明，可是却不敢揭穿圣光玄烨，只能硬着头皮顺着圣光玄烨的话说。而偏偏不明真相的人看到龙氏族长这样说后，他们也是开始怀疑了，甚至许多人直接面露怒容，开始斥责楚风。当真有不少人相信了圣光玄烨的话，觉得这罪魁祸首真的是楚风。不可能吧，楚风小友不可能对小小公主做出这种事情吧？就连群妖圣殿殿主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于是天族族长询问起来，毕竟他们只是听闻，没有真的见证事情经过，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你对楚风小友还不了解吗？于是族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其反问道。而这一问也是坚定了群妖圣殿殿主的想法。我就说楚风小友不会做出这种事，他妈的必然是圣光玄烨在说谎，真是卑鄙啊！竟然当众诋毁楚风小友，糟了！看大家的反应，好像很多人都信了呀。群妖圣殿殿主有些着急，他观察在场各方势力的情绪，发现很多人似乎真的被圣光玄烨的话所骗到了。龙氏族长，你放心，今日过后，小小公主就是我圣光一族的人，她受伤的脸我会帮她治好。至于那楚风，不仅是小小公主的敌人，更是我圣光一族的敌人。圣光玄烨说道。多谢玄烨大人。龙氏族长很是为难，可在这种场面下，他还是不得不感谢龙氏族长。你不必谢我，就算小小没有受辱，我也绝对不会放过楚风。你可能还不知道，那楚风犯下的罪孽可不仅仅是对小小公主。男人啊，将他们都带上来吧。圣光玄烨说话间，大袖一挥，紧接着圣光一族的主城之内，一座巨大的浮空战船便漂浮而出，随后便有数千人自那浮空战车之中走了出来。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势力，可却都是有着几分姿色的年轻女子。出现之后便哀嚎出声，纷纷跪在了圣光玄烨面前。玄烨大人，你要为我们做主啊！这些女子跪在圣光玄烨面前便哭诉起来，那个模样就像是有着天大的冤屈一般。而这一幕则是看得许多人两眼发懵。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圣光玄烨则是再度开口。诸位，小小公主并非唯一的受害者，这些都是被楚风糟蹋过的人，而我相信这只是一小部分，真正遭受楚风毒手的女子必然会有更多。圣光玄烨对众人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众人则是反应过来，圣光玄烨的意思是这些女人都是被楚风强迫发生过关系的呀，太不要脸了，这是要给楚风小友硬生生的扣上一个大色魔的帽子啊！群妖圣殿殿主叹道，有些不对劲。而于是天族族长则是若有所思，哪里不对劲了？群妖圣殿殿主问道。楚风小友与九魂圣族的公主交好，当日九魂圣族当着圣光玄烨面将楚风小友带走，他都无可奈何，怎么现在竟如此针对楚风小友？圣光玄烨不是这种不理智的人，必然是有什么人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才给了他这样的底气。于是天族族长猜测道，哎呀，哪里顾得了那么多，先顾顾眼前吧。你仔细看看，这许多女子可都是有些来头的，不是寻常势力的姑娘。难怪圣光玄烨说出如此陷害楚风小友的话后，竟真的有不少人信了。这必然是圣光玄烨早就布下的局。群妖圣殿殿主说道，你是说圣光玄烨与那些人串通好了，
于是天族族长问道：“串通，那岂不是会留下证据？圣光玄烨根本不会做这种事。依我看，是他派人假冒楚风小友，真的做出了丧尽天良的事。”群妖圣殿殿主说道：“这倒是很有可能。”于是天族族长仔细打量那些女子，发现她们真的哭得撕心裂肺，不像是在做戏。再联想到圣光玄烨的手段，他也觉得群妖圣殿殿主的话反而十分可信。圣光玄烨还真是不择手段，只是到底是谁给连他这样的底气？于是天族族长仍在猜测着。你们放心，这楚风虽然天赋异禀，可如此作恶，绝对不可饶恕。我圣光一族哪怕倾尽全族之力，也会将这楚风斩除，为你们讨回公道。圣光玄烨凝声说道：“杀了楚风，杀了楚风！”而他此话落下，这浩瀚人海各方势力竟纷纷传来响应的声音。此一时，的确有不少人真的被这圣光玄烨所蛊惑到了。楚风之事必会处理，但是今日大家来此，乃是为了参加小小公主与嘉豪的婚事。嘉豪，去将你的新娘接入我圣光一族吧。圣光玄烨对着圣光嘉豪说道。而圣光嘉豪倒也听话，不仅嘿嘿大笑，更是屁颠屁颠地跑向那座花轿。如果说先前的他看着还有些正常，那么此时的他倒是露出了他傻子的模样。圣光嘉豪很是急切，来到花轿前，便赶忙推开了花轿门。哎呀！可是刚刚推开花轿门，圣光嘉豪便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瘫坐在了半空之上。见状，所有人都是顺势观望，向花轿之内看去。这一看，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大跌眼镜，而圣光玄烨更是脸都绿了起来。这，在场众人看得面红耳赤，许多年轻女子更是脸红的转过身去，不敢再看。那迎亲花轿之内发生着不堪的一幕，混账东西竟敢在我圣光一族做如此不堪之事！短暂的愣神之后，圣光一族的许多人都拔出兵刃，就要对那迎亲花轿的二人出手。你们都瞎了吗？也不仔细看看那里面的究竟是谁？就在此时，却有一道不一样的声音自圣光一族主城方向传来。顺声观望，那是一名圣光一族的后辈，此人名为圣光金安。起初人们只注意到那苟且的行为，便觉得是有人故意捣乱来羞辱他圣光一族，于是心中怒火喷涌，根本没有顾得太多。更何况迎亲花轿内那两位身上都有伤痕，若不仔细看，还真是看不清面容。直到听到圣光金安的话后，人们才意识到事情不对，这才认真观察。天哪，那该不会是……而这一观察不要紧，圣光一族众人再度目瞪口呆，那表情简直精彩至极。他们惊愕地发现，那两个人是如此的熟悉，竟与圣光一族的两位太上长老大人如此的相像。只是那两位太上长老是何等人物，怎么可能当众做出这种事情？所以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不相信，怀疑是自己看错了，或是觉得有人在冒充那两位大人，故意抹黑圣光一族。于是圣光一族便派出几位高手走到迎亲花轿内，仔细查探，竟真的是两位太上长老大人。太上长老大人，你们怎么？可是仔细查探之后的结果，却是让圣光一族更加难以接受。这两位竟真的是圣光一族的两位太上长老，圣光云月以及圣光海父。这一下可就更加难堪了。若是有人伪装，那最多就是故意抹黑，事情还好说。可眼下竟真的是这两位大人当众做出了这种事情，这传出去，叫他圣光一族颜面何存啊？但他们也知道，这两位大人不可能做出这种事，事情必有缘由。于是认真观看，很快也是发现了端倪。回族长大人，是有阵法，是有人将着那份依附在了两位太上长老大人身上。两位太上长老大人是被人控制了。查探出缘由后，那些人先是高声禀告，这才帮二人解除阵法。他们必须将这件事情说出去，让人们知道这两位大人物不是故意这般，尽量帮他圣光一族挽回一些名声。而在阵法解除之后，圣光云月与圣光海父也是终于能够正常说话。太上长老大人是何人？对你们做出了如此下作的事情？帮他们二人脱困之后，圣光一族的人们便赶忙询问起来。他们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解开真相，还这两位大人物一个清白。可圣光云月与圣光海父却根本没心思回答他们的问题。快带我们回去，快带我们到族长大人身边。圣光云月与圣光海父的声音与脸上都是写满了恐惧。见状，那些查探的人也是不敢怠慢，赶忙扶起圣光云月与圣光海父，就要带着他们二人离开此地。只是与此同时，在场的众人却是一脸的好奇。今日之事实在太过惊人，先不说圣光一族脸面丢尽之事，只说圣光云月与圣光海父，他们二人身份与实力都是非同小可。是何人将他们控制住了？突然之间，一阵惨叫响起，原来是那些想带着圣光云月与圣光海父离开的人，他们皆是四飞而去，被强大的力量震飞开来。而释放出这强大力量的，却是圣光一族那迎亲队伍的一员。此人看着很是普通，可此时却将圣光云月与圣光海父全部抓了过去，且踩在了脚下。这是谁啊？见到这一幕，众人目光凝重，皆是仔细打量着此人。显而易见，此人便是罪魁祸首圣光玄烨。你可真够无耻的，居然诬陷于我！就在此时，那位开口了，说话之际，面容也是开始变换，恢复成了其本来的模样。看到此人，众人皆是震惊无比，可同时却也有人觉得此人出现虽让人震惊，但却也是合情合理。这种时候出现，的确符合他的作风。楚风。下一刻，许多人同时呼唤出了一个相同的名字。当认出楚风之后，圣光一族大军则是迅速出击，纷纷拔出兵刃，将楚风以及龙氏族人全部围了起来。族长大人，怎么会这样啊？见此情形，龙氏众长老也是脸色铁青，向龙氏族长询问起来。安静，不要说话。龙氏族长低声说道。
到了这个时候，整个龙氏之内反而是一直惧怕圣光一族的龙氏族长最为镇定了。他不是没有想过楚风会硬刚圣光一族的可能，只是他觉得这种可能性很低。但他知道，若是楚风选择硬刚，一定是楚风具备了挑战圣光玄烨的手段，这才符合他所了解的楚风。所以，当楚风真的选择硬刚圣光一族之后，他反而没那么害怕了。若是可以选，他也希望楚风能够赢。毕竟不管怎么说，楚风与龙小小还有着那样一层要好的关系，有龙小小在，他龙氏不会遭遇不测。可是圣光一族则是不同，是纯粹把他当成弱者一样玩耍的。楚风，老夫倒是小看你了，看来你的帮手不止九魂圣族，既然来都来了，不妨直接现身，也让老夫看看究竟是谁要帮着这楚风挑战我圣光一族。圣光玄烨也不愧为一族之长，他很快便调整自己清晰，显得没有那么震惊，并且也立刻分析了眼前局势。既然圣光海父和圣光云月都落入了楚风手中，他知道龙小小与龙小小母亲都已经得救，但楚风一个小辈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所以他断定楚风背后必是有人撑腰靠山。对，楚风这种天才背后必有高人做他的靠山，是谁呢？圣光玄烨一语点醒众人，大家也都觉得楚风自己是不敢到此的，必然是有靠山。只是在众人四下观望，猜测着楚风靠山是谁的时候，楚风却是不屑一笑：“圣光玄烨，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就你们圣光一族这几棵葱，我楚风还要找人帮忙吗？我楚风一人足矣。”楚风轻蔑地看着圣光玄烨：“楚风，放肆！”圣光玄烨虽没说什么，可圣光一族的其他人却是忍不了一个小辈这样对他们的族长大人说话。一时之间，各种讨伐的声音响彻不断，甚至有人是放出威压，有人酝酿武技，可是偏偏却没有人敢贸然对楚风出手。那个模样就像是一群只会叫的狗。只是这种情况发生在圣光一族身上，却是有着几分可笑。对了，我楚风虽然不怕被冤枉，可是没做过的事我也不可能认，所以还是要声明一下，小小公主乃是我朋友，我不可能对她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小小公主的确受伤了，但却并非自己所为，而是这圣光云月所为。楚风指着脚下的圣光云月说道：“圣光云月，是圣光云月毁了小小公主的脸吗？”浩瀚人海议论纷纷。楚风，你竟敢污蔑我族太上长老！圣光一族的人自然不承认，再度指责起楚风。可楚风根本不理他们，而是继续说道：“至于圣光云月为何要做出这种事，乃是因为小小公主看不上圣光羽，想要拒绝这门婚事。圣光云月恼羞成怒，才做出了如此卑鄙之事。而最可恶的，还要数着圣光玄烨。他一开始可能是真的想让小小公主嫁入圣光一族，至于原因，自然是看中了小小公主的天赋。可当他得知小小公主如此抗拒圣光一族之后，他便露出了丑恶的嘴脸。他决定将小小公主嫁给圣光一族的废物圣光家豪。之所以如此，就是要羞辱小小公主，并且这只是报复小小公主的第一步，让小小公主受尽羞辱，并非她的最终目的。她的最终目的才是真正的人神共愤。她是要将龙小小的天赋占为己用。圣光玄烨已是在圣光一族族内准备好了恶毒的炼化密阵，只要婚事完成，他就会将龙小小丢入那炼化密阵，活生生的将龙小小炼化致死，将龙小小的天赋转化成修炼资源。楚风以响亮的嗓音对众人说出了实情，简直胡言乱语，胡言乱语。先不说将人炼化成修炼资源的密阵闻所未闻，只说对龙小小的羞辱，这也完全不成立。就是先不说圣光一族不会做出这种事，就算真的做，以圣光一族的地位，根本无需这么麻烦。楚风的话虽然引得了一些人的怀疑，可是响彻天地间的却是那些反对楚风的声音。不过这也正常，这里是圣光一族主场，来到这里的人也是一直活在圣光一族威严之下的人，他们怎么敢说出对圣光一族不利的话？所以对于他们的言论，楚风也是完全不在乎，而是看向了龙氏族长。龙氏族长，作为父亲的，也该为你女儿说句话了吧？楚风小友，龙氏族长面露为难，他本来想坐山观虎斗，谁胜了他在见风使舵的，可他没想到楚风这个时候竟然要他站队，这可就让他为难了。毕竟站错了队的话，莫说他龙氏也是要跟着遭殃啊。龙氏族长，别忘了，你不仅仅是龙氏族长，你也是龙小小的父亲，你的女儿受尽羞辱，你做父亲的坐视不管也就罢了，难道现在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吗？楚风再度问道，他语气很是平静，只是眼中却闪过一抹寒意，那寒意一闪而逝，除了龙氏族长，谁也没有察觉到。龙氏族长身躯一颤，他知道他已是没有退路可走了。诸位，楚风小友所言皆是事实，小女小小一直喜欢楚风小友，相信对于此事大家也是有所耳闻，所以楚风小友不可能对我家小小强行做出那种事，他根本不需要。实际上是楚风小友一直在拒绝小小，不过小小对楚风小友极为深情，他曾对我说过，若是楚风小友不娶她，他便终身不嫁。正因如此，他才不肯嫁给圣光羽。而后面的事情，是我无能，我不配做小小的父亲。龙氏族长做出了选择，他选择战楚风。龙氏族长此话说出后，这片天地短暂的沉寂了一下。龙氏族长的话还是非常具有分量的，毕竟他是事情的见证者，竟然如此大言不惭。我看你龙氏是想从这个世界消失。短暂的沉寂之后，圣光一族的许多人开始恶言相向，看到没有，这就是圣光一族，大庭广众都敢如此威胁，可想而知私底下会是何种嘴脸，想必诸位都是有所耳闻吧？楚风讽刺的说道。而楚风这样一说，许多人都沉默了。是啊，圣光一族是什么样势力，他们难道会不知道吗？虽说尽管大部分势力都已经闭嘴选择沉默，但还有一些非圣光一族的人
在对楚风进行辱骂。这些势力之所以辱骂楚风，乃是因为那些被玷污的女子来自他们势力。对了，关于那些女子，我也想要澄清一下，我楚风虽不是正人君子，但也不是花心大色魔，更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我若没有猜错，是圣光一族栽赃嫁祸。不过这些姑娘，你们放心，我会帮你们在圣光一族这里讨回公道的。楚风对那些还跪在圣光玄烨面前哭诉的女子说道：“楚风，你放屁！你个畜生，敢做不敢当！当日就是你化成灰我都认得。楚风，你这个小人，敢对我女儿做出如此下作之事，你猪狗不如！”楚风解释之后，那对楚风的辱骂之声反而更加响亮。这可怎么办是好？真是有理说不清啊！看到楚风陷入如此境的群妖圣殿殿主都是急得双拳紧握。实际上，不仅仅是他着急，来到此处的与楚风有些关系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人也都是替楚风捏了一把冷汗。可是，在那些关心楚风之人着急的时候，楚风却是一点都不急，他的脸上竟然连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看来我说的你们不信，不过你们信不信关我屁事，毕竟你们就该这样愚蠢。倘若你们不够蠢，又怎么会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楚风用那如同看待傻子一般的眼神看着那些辱骂他的人，在楚风眼中，这些人可悲至极。楚风，你丧尽天良，我要扒了你的皮，抽了你得劲！玄烨大人，您要为我们做主啊！被楚风羞辱之后，那些人愤怒的同时也开始哭泣起来，那个委屈的模样，不明真相的还真以为楚风是丧尽天良的大恶人呢。而看到他们如此没完没了，楚风的脸色也是变得阴沉起来。全都给我闭嘴！一声怒喝，响彻天地！你们当我楚风是什么人？也是你们能够诬陷指责的？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配吗？我心情好，不与你们计较，再敢没完没了，我就灭了你们满门！楚风的声音不仅响亮刺耳，更是充斥着杀意。可偏偏此话落下之后，那些指责和辱骂楚风的人竟真的闭上了嘴巴，他们怕了。是啊，楚风连圣光一族都敢叫板，他们算什么东西？连圣光一族太上长老都被楚风踩在了脚下，灭了他们，难道楚风还会不敢吗？想到这里，一股寒意早就席卷全身，这便是他们闭嘴的原因。他们怕了，发自内心的怕了。虽然楚风看着人畜无害，可他们在看楚风，眼中却满是惶恐，甚至许多人不敢与楚风对视。眼前的这位哪里是一个小辈，分明就是一个混世小魔王啊！眼见着先前还对楚风恶言相向的人们，转眼间就吓得不敢吭声。群妖圣殿殿主暗中窃喜，不愧是楚风小友，居然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此事。虽然有些强硬，不过本尊很是喜欢。群妖圣殿殿主本以为楚风会想尽办法帮自己洗清冤屈，却没想到楚风根本不在乎这些人的看法。老实讲，楚风刚刚的行为可能更会让人误会，可那又如何？楚风本身没做过，他身正不怕影子歪。至于那些人，他们就算不相信楚风，那又能如何呢？就如楚风所言，他们活该愚蠢，活该被人玩弄。楚风，你可是胆大包天，你恶事做尽也就罢了，竟还敢当着老夫的面威胁这些受害之人，你真以为你背后有人，我就不敢动你？圣光玄烨冷冷开口，动我？你还在犹豫什么？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今日就算你不动我楚风也不会放过你。楚风说话间，手掌自乾坤袋划过，那把太古英雄剑便出现在了手中。他亮出此剑，高高举起，再看着那被他踩在脚下的圣光海父与圣光云月，所有人都知道楚风是想做什么。楚风，你敢？圣光玄烨凝声呵斥，我就让你看一看我楚风究竟敢不敢。楚风说话间，那手中的太古英雄剑便开始落下，所挥砍的方向正是圣光海父与圣光云月的头颅。楚风小友，莫要急着出手。可就在此时，突然有一道声音响起，圣光玄烨呵斥，楚风都没有停手之意。可偏偏这道声音响起，楚风那已经挥动的太古英雄剑竟忽然停了下来。顺势观望，一道身影也是出现远处天际，正御空而行，一步一步向此处走来。虽然距离很远，可人们还是能够看清这位来者是谁。此人乃是圣光天河内大名鼎鼎的人物念天道人。念天道人在圣光天河内是极为神秘的存在，没人知道他具体的修为与实力，但他所掌握的念天真气更是让人垂涎的修炼之物，所以念天道人在圣光天河内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就连楚风对念天道人也是颇为尊敬。正因如此，楚风才在念天道人开口后而停止了对圣光海父以及圣光云月的出手。前辈，今日之事乃是我与圣光一族恩怨，还请前辈莫要插手。楚风虽然没有急着动手，可却也是立刻对念天道人表态，他的意思很明显，他没有急着出手，是对于念天道人的尊敬。可无论如何，他都要除掉这些人。小友莫急。念天道人面露淡淡笑意，竟没有丝毫责怪楚风之意，而是冲着楚风摆了摆手，示意其安心后，便看向圣光玄烨。玄烨大人，老夫有一秘宝，可查出在场所有人的修为，在场之中所有修为强大者，皆是难逃此物追踪。倘若玄烨大人想知道楚风小友是否有带人来此，是否有人在楚风小友身后撑腰，老夫倒是可以用我真秘宝试上一试。念天道人说道。念天道人，那就劳烦你查一下，究竟是何人与这楚风一同来挑战我圣光天河的威严。对于念天道人的建议，圣光玄烨也是表示同意，他还是很想知道楚风背后的靠山究竟是何许人也。说白了，他还是有一些忌惮的，若是不忌惮，也不会任由楚风在这里说这么多，早就对楚风出手了。在圣光玄烨应允后，念天道人便将手伸向怀中，随后竟自怀中取出了一个罗盘。忽然他大袖一挥，将手中罗盘丢入高空，罗盘起初直径只有2尺长，可丢入虚空却立刻变大，
转眼间化作长达3万米的巨物，几乎遮蔽了整个虚空。紧接着，念天道人单手捏诀，轻喝一声，那罗盘剧烈一颤，一股有形的气息如飓风扩散而去，转眼间吞噬这方天地，并且仍在向远处扩散而去。结果出来了，此处修为最强者便是玄烨大人。楚风小友身后，并无人撑腰。念天道人对圣光玄烨说道：“没有人撑腰吗？”楚风真是单枪匹马来，他怎有如此大的胆子？听到念天道人的话后，众人感到十分意外，但同时也感到怀疑。毕竟正常人做不出这么没脑子的事。可就在众人怀疑之际，念天道人却是看向楚风。不过楚风小友，你可真是令老夫意外，相隔时间如此之短，再次见面，你竟已是武尊境。念天道人以赞赏的目光看着楚风，武尊，我没听错吧？而他此话一出，则是再度掀起轩然大波，甚至相比于楚风单枪匹马来，楚风修为的变化更加让人诧异。武尊境，楚风竟踏入了武尊境。听闻此话，莫说是那些不够了解楚风的人，就连那些了解楚风的人也是目露一色，尤其是于红、于颖、殷黛粉、傅飞跃、童无敌等小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早就知道楚风的厉害，要说楚风修为增进，他们是会相信的，可要说楚风已经踏入了武尊境，他们还是感觉难以置信。这速度也未免太过不可思议，已经超出正常修武的范围。念天道人，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妖言惑众，这楚风怎么可能是武尊境？还有你这罗盘，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全凭你一张嘴，我们哪里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该不会与楚风串通一气的人就是你吧？忽然阵阵讨伐的声音自圣光一族之内传来，而对于这种对念天道人的指责，圣光玄烨并没有制止。显然对于念天道人所说之话，圣光玄烨也是不信，并且也是不爽，质疑老夫想看真相。好，那老夫就让你们看看。念天道人抚摸胡须，面带讽刺笑意，紧接着他单手捏诀，那遮天蔽日的罗盘竟化作镜面一般，而在其表面也是出现了无数个光点，光点的颜色各不相同，分别对应着在场的人们，而其中数量最少的便是红色光点。仔细看好了，那红色光点便是在场之中的武尊境。念天道人说道：“真的假的？”众人议论纷纷，因为按照那罗盘所指示，其中一道红色光点的确就刚好在楚风的位置。这罗盘是你的宝物，还不是你自由操控？你说的话我们就要信。有圣光一族族人发出冷笑，仍在质疑念天道人。那老夫就让你看看我这秘宝真正的力量。念天道人再度捏诀，那罗盘开始剧烈颤动，原本如镜面一般的罗盘竟有水花涌动，整个表面如同湖面一般，水花越来越多，如瀑布向下倾斜，而伴随水浪落下的同时，竟有巨物自那罗盘内缓缓落下。原来那是一座大阵，跟随大阵而来的还有多位圣光一族的高手，他们就如同护卫一般，站在那大阵的周围，拜见族长大人。这些跟随大阵一同自罗盘内落下的高手们，显然也不知道眼前是什么情况，他们也是一脸茫然，只是看到圣光玄烨后，却不敢怠慢，下意识的便对其施以一礼。同时围观之人也是十分不解。先不说念天道人是如何将那阵法搞出来的，也不说那阵法之内为何有圣光一族的高手，关键念天道人此举究竟是意欲何为？念天，你在做什么？可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圣光玄烨却是突然开口，并且他的语气充斥着不善。而更加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对于圣光玄烨这不善的质问，念天道人竟不予理会，而是将目光扫向众人。诸位仔细看看这阵法，看看这是一座什么样的阵法。你们若看不懂，老夫来告知你们，这是一座邪恶的阵法，是可以将天赋较好之人活活炼化致死，将鲜活的生命转化为修炼资源的魔阵。这就是楚风小友所说圣光一族为小小公主准备的阵法。念天道人说道：“竟真有这样的阵法，圣光一族竟真的做出如此卑鄙之事。如果说只凭楚风一己之言，人们还很怀疑，那么如今这阵法就摆在这里，人们便开始相信楚风所说的话了。先不说念天道人的为人与可信度，只说这阵法的确诡异至极，并且那负责看守这阵法的圣光一族高手们也都是名声在外的大人物。对于这些人，在场的许多人也都认得阵法诡异，且有圣光一族高手守护，说明这阵法的确是圣光一族之物。非要说的话，这也算是证据确凿。”突然之间，念天道人再度捏诀，紧接着竟有数道身影再度自那罗盘之内飞掠而出，落在半空之上。那同样都是身穿圣光一族服饰的圣光一族族人，只是他们的身上却都散发着另外之人的气息，那气息竟分别对应着那些跪在圣光玄烨面前的姑娘们。姑娘们，你们看清楚了，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侵犯了你们的人。老夫已经用阵法进行了提炼，你们自己看看，他们的身上现在还残留着你们的气息呢。念天道人说道：“那些女子皆很无知，本来一心觉得就是楚风侵犯了他们，可眼下当这些圣光一族的男子被念天道人从那罗盘之内拽出来之后，他们却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虽然他们的容貌各不相同，更是与楚风毫不相干，可是他们的身上的确让这些女子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那是令他们恐惧、令他们恶心的气息。这正是他们当日对那些侵犯他们之人的身上感受到的，并且那些圣光一族的男子看到那些受害女子之后，脸上也都或多或少的流露出了心虚之色。楚风所言竟皆是真的，一切竟都是圣光一族的手段。人们纷纷看向圣光一族，事已至此，已是真相大白。只是他们仍然不敢指责圣光一族，虽然不过指责圣光一族，但那些先前指责楚风的人却不由得看向楚风，脸上或多或少都露出了羞愧之色。
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很可能是真的冤枉了楚风，真正的罪魁祸首真的可能是圣光一族。虽然圣光一族是什么样的存在，大家心中也早就心知肚明，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人们还是感觉圣光一族十分恶心，只是因为畏惧，他们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忽然一阵冷笑响起，乃是圣光玄烨。老夫果然没有猜错，楚风的确是带着帮手来的，只是老夫开始以为是其他天河的人联手楚风来挑战我圣光天河的威严。老夫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夫居然错了，挑战我圣光天河的竟然皆是我圣光天河之人。话到此处，圣光玄烨恶狠狠地指向念天道人。念天道人，老夫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与这楚风联手，如此诬陷我圣光一族？这楚风给了你什么好处？圣光玄烨怒了，汹涌的寒意自他体内释放而出，席卷了这片天地。群妖圣殿，于是天族、云空仙宗以及在场诸多强大势力的所有人，皆是安静了下来。不管他们怎么看、怎么想，此时却没有人敢再发一言。这就是圣光玄烨，作为圣光天河的最强者，没有人敢挑战他的威严。可谁曾想，面对已经发火的圣光玄烨，念天道人竟也是笑了起来。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惧意，反而眼中有着几分轻蔑。玄烨大人，老夫与楚风小友并无太多交集，我今日来此也并非要帮他，只是老夫实在看不惯你圣光玄烨这样的人物如此诬陷一个后辈，这样的手段实在太卑鄙了一些。老夫只是单纯的看不下去，所以想还楚风小友一个清白罢了。至于你与楚风小友的恩怨，老夫并不准备插手。话到此处，念天道人看向楚风，楚风小友，你刚刚想做什么？继续吧。念天道人说道。多谢前辈。楚风对念天道人施以一礼。他本来以为念天道人出现是来帮圣光海父与圣光云月说情的，他是真的没想到念天道人是来帮他的。毕竟就如念天道人所言，他与念天道人其实并无太多交集，就别提深厚的感情了。无论怎么看，念天道人都没有帮他的道理，现在想撇清关系，你是当老夫是傻子吗？念天道人，这一切是你自找的。圣光玄烨目光转冷，说话间就要对念天道人出手。玄烨大人想动老夫，我还是劝您三思而后行。念天道人冷然一笑，随后手握一块令牌对准了圣光玄烨。而看到那块令牌，圣光玄烨的脸色也是变得十分难看，甚至眼中还涌现出了一抹恐惧。念天道人手持的令牌上面写着圣谷2个字，看到这个令牌，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是一脸茫然，就连圣光一族的许多人也是不认得此令牌。可是圣光玄烨以及圣光一族的太上长老级别人物脸色却是变得铁青。圣谷。与此同时，楚风心中也是掀起一阵波浪。圣谷之人，楚风曾经遇到过，那是在九魂天河白日星河处，楚风遇到了一个极为强大的2个人，那是一个老人和一个青年。那个青年具备着1品武尊的修为，对于当时的楚风而言，那是不可战胜的天才。至于那个老人，更加深不可测，至少在当时的楚风看来，他是要在圣光玄烨之上的存在。而那老人与青年穿着相同的长袍，长袍的胸口处便绣着圣谷2字，腰间也是挂着刻写圣谷2字的令牌。虽然那2位的令牌与念天道人手中的令牌有所区别，可上面的字迹却是一模一样。难道前辈也是圣谷之人？楚风有了这种猜测。圣谷的客卿长老令牌，你竟与圣谷有关，为何要与我作对？圣光玄烨起初很是恐慌，可仔细观察后，却是发现那令牌的门道，发现只是客卿令牌后，他脸上的惧色开始消散。显然对于圣谷他是了解的，不然不可能认得出念天道人手中的令牌，并且听他的语气，他不仅认识圣谷之人，似乎与圣谷的关系还颇为不错，这让楚风心中升起了一抹不安。倘若圣光玄烨身后有圣谷作为靠山的话，那楚风想要对付圣光玄烨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老夫说了，老夫并非楚风小友帮手，你们要打就打，别扯上老夫。念天道人将那令牌收好之后，看向楚风，楚风小友，老夫刚刚只是单纯的看不惯他们欺负你这个后辈，但你既然敢单枪匹马来，相信你也是做好了准备。虽说你是后辈，可也是一个男人，你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就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所以你挑战圣光一族，老夫是不会帮你的。今日你是生是死，全要靠你自己本事了。念天道人说道。前辈晚辈明白，咱们之间的事回头再说，现在我要处理圣光一族这些败类了。楚风淡淡一笑，随后手中兵刃一挥，2道鲜血喷溅，那圣光海父以及圣光云月的头颅便被楚风斩断。一切发生的太快，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圣光海父与圣光云月这2位圣光一族的太上长老已是死在了楚风脚下。楚风他怎么会？难道说他并非是1品武尊？群妖圣殿以及于是天族族长都是目露金荣，他们好歹也是3品武尊，可是楚风的出手他们都没有看清，这说明楚风的实力很可能在他们之上。楚风，我要你狗命！猛然间，磅礴的杀意喷涌而出，席卷这片天地。是圣光玄烨，楚风胆敢真的当着他的面斩杀圣光一族的太上长老，可谓是完全没有将他放在眼中。他的脸庞都变得扭曲起来，阴森恐怖。可是相比于他的面容，相比于他的杀意，最可怕的还是他的威压。6品武尊，这便是圣光玄烨如今的修为。圣光玄烨的修为增进了吗？居然已是6品武尊。楚风小友，他该如何应对啊？群妖圣殿殿主等人面露担忧，他们是再度圣光玄烨修为的。大概200多年前，圣光玄烨的修为突破到了5品武尊。正常来说，以圣光玄烨的天赋，想要再度突破，起码也要上千年，甚至几千年。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圣光玄烨竟然在200年之内就再度突破了，这让他们开始为楚风感到担忧。他们知道，
楚风不会打没准备的仗，楚风来此之前必然已经打听好了圣光玄烨的修为，楚风是有备而来。可显然现在圣光玄烨的修为已经超出了预期，消息有误的话，这对楚风而言是极为不利的。楚风，你想怎么死？圣光玄烨踏空而行，一步一步向楚风逼近，那个姿态就像是愤怒的猛虎，已经锁定了猎物。他根本不担心楚风逃跑，他觉得楚风不可能逃得出他的手掌心，太强了。这就是圣光一族族长圣光玄烨的力量。相比于老一辈，许多小辈都无法感应出圣光玄烨的修为到底在何境界，他们只能感觉到圣光玄烨的气息是他们从未感受过的强大。在他们眼中，圣光玄烨简直如同神灵一般，具有抹杀一切的力量，那种力量让他们感觉自己极为渺小，与尘埃没有区别。楚风真的有把握对抗圣光玄烨吗？这种情况下，莫说是群妖圣殿殿主，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是带着怀疑的目光看向楚风。他们觉得，如果楚风是虚张声势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楚风可就要倒大霉了。因为圣光玄烨被楚风激怒了，他绝对不会放过楚风。可假如楚风是有着真材实料，那也是不太可能。他的年纪实在太小了，放在修武界而言，说是幼儿也不为过。他这个年纪能够踏入武尊境，已是不可思议，堪称奇迹。楚风的天赋当真无双，这是他们都认同的。但要说现在的楚风能够对抗圣光玄烨，他们还是觉得不太可能。对于圣光玄烨的挑衅以及众人的怀疑，楚风则是淡淡一笑。可当其笑容收起的那一刻，其眼中也是涌现出一抹狠色，一斩天雷线。可突然，楚风高喝一声，紧接着只见其手中的太古英雄剑隔空挥动，一道雷霆光刃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圣光玄烨。一切发生的太快，圣光玄烨反应过来之际，那雷霆光刃已是落在了他的身上。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当人们反应过来之际，圣光玄烨已是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而在他的身上，一团雷霆正如千军万马一般缠绕着他，对其发动着进攻。族长大人！见状，圣光一族的众高手赶忙冲上前去，想要解救圣光玄烨。砰砰！可是阵阵闷响传来，凡是接触到那雷霆的人，全部在瞬间便被轰得飞灰烟灭。那是见此一幕，圣光一族的人们都是不敢贸然靠近，而围观之人看着那攻击着圣光玄烨的雷霆，也同样是满眼惊恐。他们直到此时才知道，楚风为何敢单枪匹马挑战圣光玄烨。楚风所掌握的力量，显然连圣光玄烨也是不敌。天哪，楚风居然掌握了如此力量！人们再度看向楚风，无论是小辈还是老一辈，眼中都是充满了敬畏，甚至许多人已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那个表情就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小辈啊，一个100岁不到的小辈，可是他居然能够对抗圣光玄烨这种存在。在他们看来，如楚风这样可怕的天才，恐怕放在整个浩瀚修武界也是少见。果然有后手。可是相比于围观之人，楚风却是眉头微皱。楚风知道圣光玄烨的修为乃是6品武尊，就是害怕出现意外，楚风才没有保留，这一出手就直接施展了一斩天雷线。正常来说，这一击完全可以将圣光玄烨斩杀，可眼下圣光玄烨虽然惨叫连连，肌肤也是被摧毁开来，看上去也是惨不忍睹，可实际上看，他的生命并未遭受到威胁。圣光玄烨的体内有着一股力量，正在帮其抵挡一斩的攻势，那应该是保命的东西。该死，来得这么快！突然，楚风脸色变得惨白，身体也是异常虚弱，以太古英雄剑做支撑，才勉强稳住身形。楚风他怎么了？众人看向楚风，他们也察觉到了楚风的状态不对。而楚风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施展了一斩天雷线的副作用。楚风大袖一挥，圣光一族的服饰立刻破碎开来。此时不仅露出了他自己的衣衫，他额头的雷纹以及身上的雷霆铠甲，还有围绕着他的4项神力，尽数显现而出。与此同时，楚风的修为气息也是释放而出。5品武尊，楚风的修为是5品武尊，是凭借那天赐神力和天极血脉的力量达到的修为吗？还是他自身修为就已如此强横呢？众人看着此时的楚风，议论纷纷，因为没有看到楚风施展雷纹以及雷霆铠甲等力量之前的修为，所以他们也不确定楚风的真实修为是怎么回事。可哪怕楚风是5品武尊，但也不应该一击击败圣光玄烨啊！毕竟圣光玄烨的修为可是在6品武尊。就在此时，圣光玄烨不仅停止了惨叫，反而发出阵阵冷笑，再度观望。群妖圣殿等人顿时心中一紧，只见圣光玄烨竟站起身来。虽然此时的他已是满身伤痕，面目全非，可那可怕的雷霆却已然消失不见。圣光玄烨虽然气息虚弱，可看上去生命状态却是非常不错，难怪敢挑战老夫，原来竟有如此手段。不过看样子，你这手段对你来说也是负担不小啊！圣光玄烨讽刺地看着楚风，可楚风冷然一笑，随后竟猛然站起身来。这一刻，楚风的眼中以及身上都涌现出了雷霆，那雷霆不仅覆盖楚风全身，还覆盖了他手中的太古英雄剑。与此同时，整个虚空之上乌云密布，汹涌的雷霆遮蔽了这片虚空，而那雷霆正是刚刚击中圣光玄烨的可怕雷霆，只是此时这雷霆的数量却是充斥着整片天空。我若没猜错，你那保命的至宝也已消耗殆尽，你能接得住我这一击吗？楚风凝声问道。你已身负重创，却还要继续这种手段，看来是想以命搏命。不过楚风，老夫刚刚只是大意了，你真的以为你的手段对老夫而言还有用吗？圣光玄烨此话说完，其体内变，紧接着其身躯有气焰涌动，那是圣光一族的血脉之力。当血脉之力施展而出后，圣光玄烨的修为也是得到了提升。
达到了7品5尊的地步。完了，这下楚风死定了。眼见着圣光玄液修为达到了7品5尊，人们看向楚风，眼中都是充斥担心。楚风如今的修为在5品5尊境，对于一个小辈而言，他拥有如此修为已是不可想象。楚风很强，所有人都承认楚风很强，只是可惜楚风的对手更强。圣光玄液毕竟是圣光天河的最强者，他这7品5尊的修为比楚风高出足2品。就算楚风眼下所引来的漫天雷霆还是如此的恐怖，可是那雷霆连6品5尊的圣光玄液都无法抹杀，又如何抗衡7品5尊的圣光玄液？楚风结束了。圣光玄液看着楚风，随后一掌轰出，汹涌的武力直奔楚风而去，没有任何武技，只是单纯的武力。可是那武力的威势却已然超过了楚风的天雷斩。哼！可就在圣光玄液出手的同时，便有一道雷霆劈落而下，直接冲着圣光玄液的武力冲击而去。两者相遇，竟将圣光玄液轰出的武力直接摧毁开来。对于这一幕，圣光玄液也很是惊讶，而抬头一看，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只见虚空之上，那些雷霆已是发生变化，那隐于乌云之中的漫天雷霆已是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雷霆巨兽。那雷霆巨兽之大，难以估量，一眼望去，它已是遮蔽了整片虚空，宛如这方世界都被它所笼罩。最主要的是，此时那雷霆巨兽所散发的气息，连圣光玄液都感到惊讶，它的气息竟盖过了圣光玄液，比圣光玄液还要强大。可就在此时，楚风却是嘴巴一张，一大口鲜血喷涌而出，再度半跪在了地上。糟糕，这手段虽然厉害，可负担太大，楚风小友支撑不住了。看到楚风此时的状态，群妖圣殿殿主等人再度面露忧色，可是圣光玄液却是面露喜色。只见圣光玄液冷哼一声，再度一掌轰出，这一出手竟是一只长达万米的武力巨兽凝聚而成，直奔楚风而去。那不再是寻常的武力，而是尊敬武技。圣光玄液似是害怕出现意外，这次一出手就是杀招。可就在此时，又有一道雷霆劈落而下，哪怕是尊敬武技，可在那雷霆面前也是被立刻摧毁。糟了！看着那漫天的雷霆，再看着此时楚风的状态，圣光玄液暗叹不好。现在的楚风极为虚弱，显然已经不具备催动那雷霆的力量，所以是那雷霆在主动保护楚风。但是圣光玄液并未死心，他亮出了一把尊兵长枪握于手中。当其战力提升之后，再度对楚风发动攻势。接下来的攻势一重强过一重，可是他的攻势不管有多强，却全部被那雷霆挡了下来。好厉害！这到底是什么手段？不像是武技，难道是秘技吗？可是秘技不应该拥有如此力量吧？这一刻，就连围观之人也是看出，那可怕的雷霆巨兽在主动保护楚风。5品5尊施展出了连7品5尊都无法奈何的手段，莫说从未见过，就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受死！就在众人感叹之际，楚风则是强忍着席卷身体的痛楚，再度抬起了手中的太古英雄剑。那太古英雄剑对着圣光玄液一指，刹那间一道雷霆自虚空劈落而下，直奔圣光玄液而去。眼见那雷霆落下，圣光玄液也是满面惊恐。他知道他根本无法挡下那雷霆，但他却不闪不躲，而是高喝一声：“大人，救我！”那雷霆在其面前爆炸开来。可是当涟漪散去之后，圣光玄液却并未再度受损。仔细一看，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圣光玄液的身前，那是一位留着一头黑发但却有着白色美貌的老人。此人一双眼眸凌厉无比，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狠辣的戾气，而他的身上所穿着的服饰正是圣古的服饰。看众人的视线锁定在那站在圣光玄液身前的老者后，这浩瀚天地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各方人马都是咬紧牙关，紧紧地闭上嘴巴，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甚至有长辈生怕小孩子不懂事，更是直接动手捂住了在场小孩子的嘴巴。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位老者的强大，他的实力凌驾于圣光玄液之上。当他出现之后，就连那遮天蔽日的雷霆巨兽也被压制了下去。此时此刻，这方天地他是唯一的主宰。众人猜测，此人实力就算没有达到5尊巅峰，但也很可能是8品5尊，否则不可能拥有如此威势。8品5尊啊，这是多少人连做梦都难以达到的境界。就连群妖圣殿殿主、龙氏族长、于是天族族长以及云空仙宗宗主这些人物，此生恐怕都难以达到这个高度。就别说其他人了，这样的人物，他们会发自内心的感到敬畏。别说得罪，就连在其面前说话都是不敢，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对，招来灭门之灾。这就是圣古之人，怎么之前从未听闻？圣古与圣光一族有着怎样的关系？众人看着那白眉老者、群妖圣殿殿主、于是天族族长、龙氏族长以及云空仙宗宗主等人，眼中也是充满了敬畏。圣古，这个他们之前从未听闻过的势力，今日算是让他们开了眼界。先前念天道人只是凭借一个圣古的克钦令牌，便让圣光玄液不敢奈何于他，而如今圣古之人登场，同样没有让他们失望。圣古果然非同小可。就在此时，楚风则是张开左手，左手张开那一刻，刺眼的光芒释放开来，瞬息充斥这片天地。与此同时，一股结界之力也是自那光芒之中涌现，那乃是传送阵法。虽说楚风在练成了9重天雷斩的第2斩之后，已经有了对付圣光玄液的把握，但为了以防意外，他还是在来时的路上布置了传送阵法。这座传送阵法能够帮助楚风逃离此地。糟了，可是这传送阵法刚刚施展，楚风便暗叹不好。正常来说，传送阵法开启的那一刻，楚风就应该离开此地，不会有一丝的拖延。可是现在，传送阵法明明已经开启，可他却仍然没有离开，这说明他的传送阵法失效了。是有人
封锁住了他的传送阵法。何小友既然来了，又何必急着走？那位圣谷的白眉老者笑眯眯地看向楚风，但任谁都看得出来，他的笑容不怀好意。是你做的？楚风凝声问道。他已经知道是这位封住了他的传送阵法，又何必多此一问？圣光玄烨乃是我圣谷罩着的，你来砸圣光玄烨的场子，不就等于打我圣谷的脸？那白眉老者说道。而他此话一出，莫说楚风，其他人也是知道楚风大难临头了。圣光一族也就罢了，这圣谷显然更强，面对这种势力，楚风怎么可能抗衡？白眉大人，楚风小友可不知道，圣光一族的身后有圣谷撑腰，正所谓不知者不怪。依我看，这件事还要从长计议吧。就在此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楚风身旁，此人正是念天道人。念天，你虽是我圣谷客卿长老，但终究只是客卿长老，我圣谷的事，还劝你不要管得太多。那白眉大人说道。而就在此时，那漫天的雷霆开始消散，楚风紧接着一道身影快速地冲向了楚风。原来是楚风陷入了昏迷之中，那位关心楚风，所以猜想靠近楚风，可还不待那位靠近楚风，那圣谷的白眉大人大袖一挥，一股无形的力量便冲向了那位靠近楚风之人。当那力量靠近后，他不仅被拦了下来，就连衣衫与面容也是开始变换。小小公主看到这位真容，众人也是一眼认出，这位便是龙小小。他们是没有想到，龙小小竟然也来到了此处。小小在龙小小被控制住之后，又有一道身影自人群冲了出来，直奔龙小小而去。只是那位靠近之后，却与龙小小一样被定在了半空之上，却恢复了自身容貌。这位自然便是龙小小的母亲圣光玄烨，这里就交给你了。那圣谷的白眉大人定住龙小小母女之后，身形便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来到了楚风的身旁。而此时念天道人正在为楚风疗伤。怎么样，会死吗？圣谷的白眉大人问道。情况并不乐观，念天道人说道。不会死就没事，他现在还不能死。圣谷的白眉大人此话说完，便探出手来，一把抓住了楚风，是想将楚风带走。可与此同时，念天道人也是紧紧地抓住了楚风。怎么，念天，你是真的要与我为敌？白眉大人以威胁的目光看向念天道人。白眉大人，我奉劝您一句，莫要伤及楚风性命。念天道人此话说完，这才放开了抓住楚风的手。可那白眉大人却是轻蔑一笑，这才看向念天道人。念天啊念天，亏你还是我圣谷的客卿长老，你居然会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圣谷要么不出事，既然如今出事，那么在这圣光天河之内，我圣谷便是唯一的主宰。区区小辈，你竟劝我莫要动他，难道他还有着连我圣谷都惧怕的背景不成？那白眉大人的语气充满了讽刺，而在他眼里，念天道人更像是一个笑话。白眉大人，该说的老夫已经说了，至于听或不听，便全看你自己了。念天道人说道。我看你修炼结界之术，修炼的老糊涂了。白眉大人丢下此话，便消失不见。而与他一同消失的，还有楚风。眼见着楚风被白眉大人带走，龙氏族长则是面如死灰。他刚刚站队，可是选择了楚风。可是现在的局面，显然楚风已经败了，那他岂不是大难临头？而真是担心什么就来什么。龙氏族长正暗叹不妙，圣光玄烨便将那阴冷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龙氏族人勾结楚风，叛我圣光天河，来人，给我将这龙氏族人全部抓起来！圣光玄烨咬牙切齿地说道。此时的他已经恢复了真正的修为，可是他看上去比之先前却更加虚弱。楚风的一斩天雷线虽然没有杀了他，但显然对他也是造成了不小的损伤。他被一个小辈击伤，乃是极大的耻辱。而最大的耻辱是，若是白眉大人不出手，他今日可能要死在楚风手中。可偏偏这一幕被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这叫他颜面何存？他早就怒火中烧，只是如今楚风被白眉大人带走了，他恐怕无法亲自斩杀楚风，于是便将所有怒火发泄在了龙氏的身上。而实际上，怒火中烧的可不仅仅是他，圣光一族族人皆是处于愤怒状态。当他一声令下之后，圣光一族的众人自然不会怠慢，纷纷拔出兵刃，恶狠狠地便向龙氏族人围杀而去。阵起，可突然之间，念天道人轻喝一声，紧接着一道光芒释放开来。当那光芒消失之际，不仅念天道人消失不见，就连龙小小母女以及龙氏在场的所有族人也都消失不见。很显然，是念天道人将龙氏族长全部救走了。念天道人，你也要叛我圣光天河吗？见状，圣光玄烨发出极为愤怒的咆哮。可谁曾想，他一声怒吼之后，远处天际竟传来念天道人的回应：玄烨大人，老夫此举可不是保护龙氏，而是在保你圣光一族。你若真的灭了龙氏，待那楚风再回来的时候，恐怕圣谷也是护不住你。念天啊念天，你看不起老夫也就罢了，居然敢看不起圣谷，真不知道那楚风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如此鬼迷心窍的帮他说话。我看你不仅圣谷客卿长老的名头不保，你的性命也要不保。圣光玄烨以威胁的口吻对念天道人说道。只是他的这番话却并没有得到念天道人的回应。念天道人似乎真的离开了，而圣光玄烨也已经动用自己的感应力去搜索念天道人的下落，但却是未能搜到。他也知道念天道人是有些本事的，再加上念天道人与圣谷的确是有关系，就算抓到，其实他也不能真的对念天道人如何。真的要对付念天道人，还要圣谷的人出马。索性他也不再去追究念天道人，于是他压制了一下心中的怒火，便将目光扫向在场的众人。而此时在场的众人也都是将目光凝聚在圣光玄烨的身上。虽然大家都没开口，但他们那渴望的眼神却让圣光玄烨知道，这些人眼下渴望知道真相。
诸位，我知道你们心中满是疑惑，你们一定很好奇，圣谷是何方神圣，为何我堂堂圣光一族对其也要毕恭毕敬？今日我就给你们揭晓答案。圣光玄烨此话一出，众人也都被提起了兴趣，一个个的耳朵高高竖起，生怕错过了什么重要的消息。如今世人皆是觉得我圣光天河是9道天河之中最弱的，其他天河也就罢了，就连我们的灵河、九魂天河也是看不起我们。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看到的圣光一族不过是冰山一角，我圣光一族的真正实力远非他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当年我圣光一族能统治圣光天河，可是从尸山血海之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凭借的乃是绝对的实力，只是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后，许多前辈累了，于是便有诸多前辈选择隐士，而他们隐士的地方便是圣谷。久而久之，圣谷成为了那些前辈生活且热爱的地方，而那些前辈的子孙后代对圣谷有了极深的感情，便开始以圣谷自居。但圣谷与我圣光一族却始终有着联系。圣光玄烨说道：“这样说来，其实这圣谷也是圣光一族。”众人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为何圣光玄烨对圣谷之人如此尊敬，而圣谷之人又为何要保圣光玄烨了。虽说名字不同，可实际上圣谷之人便是圣光一族的族人，至少他们的先辈是圣光一族族人，而如今他们的血液也是流淌着圣光一族的血脉。如你们所想，圣谷与我圣光一族乃是同一血脉，是我无能，使得圣光一族衰败，但好在圣谷内的大人们却延续了我圣光一族真正的实力。如今圣谷出世，我圣光天河也必然要大放异彩，诸位等着瞧吧。很快九魂天河便不敢再轻视我圣光天河，因为我圣光一族即将展现出我们真正的实力。圣光玄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双眼都在放光，可以看出他的眼中充满了期待，那是对未来的期待。身为一族之长，他岂会不知道圣光一族在九魂天河眼中是什么样的分量？他的心中也始终憋着一口气，而现在这口气终于等来了可以吐出的机会。这一天他也是等了很久。族长大人威武，圣光一族威武，族长大人万万岁，圣光一族万万岁。下一刻，各方势力皆是俯首称臣，圣光一族已是他们不敢造次的存在。如今圣谷这股势力出现，他们更是不敢有二心，这个时候不表态更待何时？哪怕心中有再多怨念，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也只能选择臣服。莫说其他势力，就算是群妖圣殿殿主以及于是天族族长等人，也是跪在了地上膜拜于圣光玄烨。诸位，其实我在圣光一族之中只是小角色罢了，是圣谷的诸位大人信任我，才让我暂时掌管圣光天河。很快我圣光一族隐于圣谷内的那些大人们就会出世，还请诸位耐心等待一些时日，我也会为你们一一介绍，带你们一一认识我圣谷的那些大人，他们也将带领我圣光天河走向更明亮的道路。圣光玄烨高声说道，他的意思已是非常明了，就是让这些人暂时不要离开，因为要不了多久，圣谷就会真正的登场。虽说对圣光一族众人早就心有怨念，可是想到这圣谷如此强大，却也或多或少都涌现出了一些期待。毕竟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圣光天河之人，这种骨子里的家乡情结也让他们希望圣光天河能够更强。如今有圣谷撑腰，他们的腰板也能变得更硬一些。况且倘若圣谷之人是明事理之人，那他们的日子岂不是会好过起来？只是在大多数人期待之际，群妖圣殿殿主于是天族族长等人则是互相看了一眼后，眼中都是涌现出了忧色。本来楚风对抗圣光玄烨就已经让人难以置信，可现在面对的竟然是圣谷这样的存在，他们怎么可能不担心呢？毕竟圣谷究竟有着怎样的实力，他们还不清楚，但毋庸置疑的是，圣谷的实力必然很强，搞不好会是超越九魂圣族的存在。就算没有超越九魂圣族，也必然不会输给九魂圣族。至少听圣光玄烨的语气，那圣谷是极为强横的。与此同时，楚风则是被那白眉大人带到了一座特殊的宫殿之中。这座宫殿布满了阵法，墙壁、大地、棚顶，周遭的一切都是充斥着阵法力量。而宫殿中心那水晶一般的床，更是汇集了阵法的力量，那是极为强横的疗伤阵法。而此时，楚风就躺在那疗伤阵法之上。楚风的脸色看上去倒是好转了一些，只是仍然处于昏迷。至于那白眉大人，就站在床边看着楚风，但是除了他之外，还有几位身穿圣谷服饰的老者也站在床边看着楚风。白眉大人，这小鬼真的击败了圣光玄烨？其中一位问道。若不是我在场，那圣光玄烨已经被这小鬼杀了。白眉大人说道。可是他的修为只是2品5尊啊！这几位圣谷老者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这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救活这小鬼的原因。他掌握的手段太过非同小可，若能为我圣谷所用，那我圣谷的势力必然还会增进。白眉大人说道。白眉大人，虽说圣光玄烨只是小角色，可终究也是圣光一族族人，与我们乃是同族血脉。此子挑战圣光一族，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吧？那几位又说道。当然不能留，等他将他所施展的手段说出来，便是他的死期。白眉大人说道。而听他说出此话，在场的几位圣谷老者也是松了一口气，随后脸上也都露出了淡淡的笑容。他们都是有着家族荣辱感的，不管对错，楚风只要挑战了他们，他们便要将楚风处死。白眉大人，此子绝对不能杀。可就在此时，殿门外又有一道身影出现。